Hello，大家好，这里来到27图拉多加湖群岛。在这边脱掉的话，因为是一个相对低温的一个时间。那前阵子的话，波罗的海鲟鱼开口，那这段时间是有一定的口，但不多。主要是这波的话，开口的尼尔已经差不多过时，所以退而求其次，基本上来说就是使用一个相对小一点的尼尔进行脱掉。那主要的目标鱼可能是针对大西洋龟跟拉多加龟这两种。这两种鱼的话，相对来说会更加常见一些。这段时间的话，使用这个三平饵，对于拉多加龟的整个脱掉的话，情况会比大西洋龟要好得多。那大西瓜是在这段时间有一定的鱼口，但不多。更多的情况是在拉多加龟脱掉大概超过2个小时之后，会陆续的出现更多的大西洋龟。那这边的话没有使用在地图左上角那一个常规路线。常规路线的话，就是在37米坑的整体左边的一个长直线。那这个路线的话，基本是在这个坑位的上方，处于一个长直线比较像直线的一个整个路线。那这个路线的话会更长，基本也是一个大长直线的来回多，中间会跨越3个坑，大概是3到4个坑位这样。那涉及的一个坑的深度是完全不太一样。但是整个幼鱼效果的话，是跟原先的那个长直线的路线是差不多，基本上也就是在一个比较平均的一个标准，就可能说是在小石口之后的话，它的鱼口会比之前那个路线要更好一些。同时，由于整个长直线的长度更长，本身的话并不需要频繁的进行掉头，可以更长时间的解放双手来做其他事情。那整体的话，路线上梭罗鱼的数量也比较多，偶尔会遇到一些比较特殊的鲟鱼。那本身来说，在27图被削之后脱掉的话，其实收益并不是特别高。这里脱掉了3到4个小时，整体来说的话是4个小时，脱掉的收益也就仅仅达到1500银币以上。所以搬砖而言，在这边的话，不能对比某些特殊的搬砖地图，只能说相对而言会轻松，但是收益不会特别高，除非是某一些鱼出现了爆口的情况。那一般来说也是等到相对而言水温较低的时候来进行脱掉。我是感觉应该是要准备出现新的热门尼尔，不过目前来说，在整体测试方面是没有看到更新的消息。
应该是再过一两周的话，榜单会刷新出一个更主流的尼尔，到时候我这边再稍微做一下测试，看看具体的情况如何。脱掉的话，反正就是来来回回几种型号的尼尔，那剩下的基本是靠运气。那27图的话，更多的情况是在使用超轻鱼竿跳底。脱掉的话，经过之前的大削弱，确实影响很大。整体的收益也好，还是上新的概率好，都有明显的下滑。这点的话，其实如果并不是特别有时间的话，还是建议在这边只脱掉2个小时左右，最多3个小时吧。毕竟在拉多加湖群岛的船票还是相对比较贵的。鉴于这种情况的话，长时间脱掉其实意义不大，成本的话会相对比较高。后面这边就相对而言加速一下视频，因为整体脱掉的时间也是相对比较长。本来想3个小时就结束，结果第3个小时的时候又挂上来一条相对比较大的鱼，也是一条波罗的海鲟鱼，加上我的引线相对比较小，所以
也是花费了一点时间处理。不过在这里的话，遇到鲟鱼的概率还是相对比较低，毕竟这个鱼饵太小，对鲟鱼的吸引力其实并不是很强。那即使遇到的话，鱼也相对偏小。哎呀，最终钓到了77条鱼，收益的话达到了1600银币，4个小时也可以接受，还行。